大家好，我是小齐。今天呢，给大家交个作业。因为上次给大家说了发财树应该怎么去修剪，当时剪了以后，好多花友就说这个季节你剪了它不冒侧芽，这个季节你剪了它顶部就回抽就会干死。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哈，你看它现在的状态，基本上每个枝条都是从顶部长出来的新芽，并且新芽都有的已经长得比较高了哈。发财树它萌生侧芽的能力是非常强的。我们修剪的话，只要在它的生长季节是没有问题的，你不要害怕修剪，因为它在生长季节根系发达，你只需要保证充足的水分啊，充足的养分，它就能够快速去冒侧芽。它冒出侧芽来以后呢，你只需要侧芽长到一定高度，及时的将顶部打掉，它会持续的长侧芽。但是呢，发财树它枝干上长侧芽的能力比较弱，有的时候它这个芽点你去长出来了，顶部长出来了，底下没有长，我们只需要打顶，再让它底部再去别出侧芽来。而且它的主干上，由于我们一直打顶的话，主干上还是会往外去冒侧芽的。所以说你不要害怕修剪，修剪完成只需要保证着合理的养护就可以了。特别是我们在春季的时候，如果给它修剪的话，这个季节它长势比较旺，你去按照小齐说的方法合理的打顶，它长侧芽的能力就非常强了。当时我给大家说过，我这一棵它也是叶片发黄了，现在呢叶片全部变为油绿的颜色，就是因为土壤碱性就会发黄，所以说要定期的补充一下螯合铁。螯合铁浇上的话，很明显，最多半个月的时间，你会明显的发现它的叶片变绿，这就是它的一个特性。它是南方的话会喜酸性的土壤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补充硫酸亚铁或者是螯合铁，把它养在这里呢。到了秋季一定要记住，现在温度逐渐的降低了，我们要给它见充足的光照，哪怕是冬季也是如此。肥料的话，现在这个季节它还在生长，我们补充肥料的话，尽可能补充一下亚磷酸钾、磷酸二氢钾。包括我们知道的花多多2号都是可以的，因为这样去使用上以后，它的钾元素含量高，会壮根，会让主干更加的粗，而且会增加它的耐寒性能。在北方温度比较低的室内呢，它过冬的时候就不容易出问题。但是要记住，冬季温度尽量的不要低于5度，低于5度就会大面积的落叶，容易出现冻伤的情况。尽可能保证温度在10度以上，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。它是非常好养的观叶绿植，而且净化空气的作用比较好。如果你不会养的话，按照小齐说的去养，再去合理的给它修剪，整个植树的冠幅是非常漂亮的，而且叶片长得非常的大，非常的油绿，放在室内观赏价值极高啊！好了，今天就啰嗦这么多了，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修剪后的成果，现在已经长成这样了。如果您不会修剪的话，可以按照小齐之前的视频说的，去合理的给它剪一下。到了冬季呢，尽可能多见光照，它就不会出问题了。如果觉得小齐说的还可以呢，别忘了给小齐点个赞，点关注再走。